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超级实用但经常被新手忽略的话题，也就是村民繁殖。那么你知道村民繁殖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吗？别急，在这个影片中，我将带你从零开始，彻底搞懂村民繁殖的3个基础原理，还有那些你可能不知道的注意事项。接着就开始今天的话题吧。第一部分，我们来看的是村民繁殖的重要性。首先，我们来了解为什么村民繁殖这么重要。村民不仅是游戏中最有用的 NPC 之一，他们还能提供交易系统，而交易的内容也是蛮实用的，比如强力武器、钻石盔甲、稀有附魔书、建筑方块和食物等等。第二部分我们看的是村民繁殖的3个基础原理。在游戏里，村民会与2个方块相绑，第一是床，第二则是工作方块。那么这里我们主要来看的是床。当一个村民如果他没有床的话，他就会绑定固定的床。那么这一个就是它的对应的床。当晚上的时候，他会到这一个对应的床来去睡觉。那么当我们打掉它的对应的床的话，它就会醒来，然后就会解绑这一个床。那么床和村民繁殖有什么关系呢？简单来说就是有效床的数量就等于该区域内绑定村民的数量上限。所以说只要保证有足够数量的床，那么村民就能成功繁殖小村民。当然这个有效床也是村民繁殖的其中一个核心条件。那么怎么才算是有效床呢？第一，床的上方2格高内为空，所以这一边如果阻挡到它的话，它们是不能绑定到这一个床的。所以如果当我们破坏掉这个床的上方2格，它就能绑定到这一个床。然后这里第2个条件就是村民要绑定床的时候，一定要让他觉得他可以到达这一个床，也就是可以被村民的寻路机制给发现。假设这个床的高度是村民到达不到的位置，所以他就无法绑定到这个对应的床。那么这里就可以通过使用火把门的特性，格挡着村民也能绑定到对应的床。因为在游戏里每个生物都会觉得火把门都是关闭的状态，这样就会使这个村民能绑定到对应的床。而另外一个村民的寻路机制是无法去到这个床，所以他就无法绑定到这个对应的床。接着当村民繁殖出小村民的时候，小村民就会被这个床给吸引，并跑向这一个床的方向，接着就会掉落到下方的水中。但是为什么小村民会被这个床给吸引呢？因为小村民在白天的时候会有一个特性，也就是在床上弹跳。接着当小村民繁殖出来的时候，就会绑定到一个对应的床。那如果你想要抑制繁殖这一个村民的话，你不可能抑制增加这一个床的数量，对吧？那么你就可以通过这个解绑的方式来让这个村民一直繁殖下去。那么怎么才能让这个村民解绑这个床呢？第一，当村民传送到地狱的时候，对应的床就会解绑。第二，当村民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破坏掉他的床也是能成功解绑的。第三，当村民想睡觉的时候，他的寻路机制无法到达床的位置，这样也能解绑这个床。那我们来看第2个核心条件，也就是村民的食物一定要充沛。村民本身会有自己的物品栏，总共会有8格。这里普通的村民会自动捡起小麦、小麦种子和甜菜种子。如果是农民职业的村民，还会捡起多一种，也就是谷粉。那样怎样才算食物充沛呢？也就是当他的背包的食物总量达到12以上，就算食物充沛啦。一种面包的计算方式比较特别，一个面包就等于4个胡萝卜，然后以此类推。这里每个村民至少要12个食物才能进行繁殖。比如3个面包或12个胡萝卜就足够了，这样只要满足以上条件就能成功的繁殖了。是如果你发现村民生气冒烟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一下了，因为如果你没有解决问题，他们会一直消耗食物，并且循环直到不够食物。当你发现繁殖失败的时候，就要看看是否有没有多余的有效床，床的上方2格是不是空着的，村民的寻路机制是否可以到达床的位置，还是有其他的村民绑定了床，或者是小村民没有解开绑定这个有效床，这些都会影响这个村民繁殖失败。接着当我们投喂给村民食物的时候，是不需要一个一个投的，可以一次性投给这个同个村民。但是为什么这样做呢？这里我们主要利用村民的食物分享机制。当一个村民的食物总量不够12的时候，拥有多个食物的村民就会扔一些食物给对方。这里扔食物的数量也会根据分享者某一个栏位的食物来计算。简单来说，也就是当他的食物大于24的时候，也就会扔一些食物给对方。那么如果当他的食物到达33以上的话，就会扔一半的数量给对方啦。这里要注意的就是这个食物分享机制也是需要在白天的情况下才会分享给对方的哦。不是农民的话，需要在这个工作时间外才会分享给其他村民。
最后我们要看的第3个核心条件，也就是当前时间为白天。村民繁殖只能在白天进行，夜晚的话他们会躲进房间里睡觉或者是避难。所以如果你想加快繁殖速度，记得在白天多给村民提供食物和有效床。当然在村民繁殖的时候，他们也是有冷却时间的，每繁殖一次就会有5分钟的冷却时间，也就是说一天内村民可以繁殖2次。所以当你放置床的时候，可以根据村民的数量来决定，一个村民呢就可以放置2个床，以此类推。但是这里有个例外，就是当农民在工作时间内，他们是不会主动繁殖的，除非有一个普通的村民找他们才会进行繁殖。最后，农民如果不是在工作时间内进行繁殖，他们一天内也是可以繁殖2次的哦。第3部分，我们来看的是如何快速繁殖村民。这里要繁殖村民呢，我们是要来到这个村庄这里，并且要准备一些道具。这些材料跟道具呢，有的就是这些啦。准备好了后，我们就要来到这个村庄这里，并且我们这边首要的目的呢，就是破坏这边的床还有工作方块。记得这一边呢也是要回收这一个钟，等等也是要用到。干草捆的话，全部也是回收一下。敲完了这一个工作方块跟这个床了过后，我们在这一个比较大间的房子放置床。这一个放置床的目的呢，是等一下我们要引这一个村民引进来，然后在这个外面这边呢，我们放置这一个钟，然后敲打这个钟呢，是为了聚集这一个村民。这边聚集到这个6个村民就差不多了。接着这一边要回收这一个床。然后在这个前面这一边，我们要放上这一个活板门，活板门3个就这样子放。接着在这一边把它前面这一个方块给它打掉，然后呢，我们要在这一边把它往下挖3格了过后，我们接着也是要在这一个方块这边，我们放上这一个活板门，并且都要打开。然后继续我们要往下挖多3层，这里也一样，我们要挖一个空间出来。接着在这个第3格到这里，我们这边要往上面挖2格高，这边2格都要扩出去。接着在这个方向放置这个告示牌，并且这里呢都要放上3个告示牌哦。这边放完了过后，这边也是要放上这个告示牌。放完过后，我们在这边旁边倒上这个水流。接着这里呢，我们只需要把它挖一个3×3×4的空间出来。在这个方向，同样的，我们也是要放上这一个告示牌。再放一个方块垫上来这边上面，在这里上面呢，我们也是要倒上2桶水。最后这里我们也是要往上挖，然后放上梯子，这样子就差不多咯。下面呢工程全部建好了过后，我们要在这边扩一个空间出来，然后放置这一个床。围好了过后，我们就可以放上这一个床，并且这个床呢就可以根据这里面的村民，然后来决定要放上多少个床。这里呢我们是有放上6个村民嘛，如果是6个村民的话，2倍的话就是12张床。这边的床放到差不多了过后，我们接着就是开始繁殖村民咯。繁殖村民的第2个条件就是食物，食物要足够才能繁殖村民嘛。之前我们也有收集到这个干草捆，干草捆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制造出这一个食物咯。然后这里呢，我们是去打开这一个火把门先，然后投掷这个食物给他们。等他们拿到了食物过后，我们可以再打开这个火把门，这样子就可以了。好的，等他们差不多一段时间过后，这里呢他们就可以自然繁殖哦。繁殖好了过后，他这个小村民呢就会掉入这一个陷阱下来。当这个小村民长大过后，他们就会跑到来另外一个空间。当然，如果你还想要让它自动繁殖的话，你可以在这边2旁边建造出这一个农田。只要我们在这边2旁边放上这一个堆肥桶，就会有2个农民。当然，我建议你在这边给他们种植这一个胡萝卜，还有这个马铃薯就可以了。这2个是最划算的食物。当然，这个方法在前期来说确实是蛮不错的，又可以让他们自然繁殖，又可以得到蛮多的村民，而且也不需要花费太多的资源，只要来到这个村庄这里弄一弄，就可以自然繁殖这个村民咯。